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Hello， 大家好，我是咨询师周小鹏。爱情需要用心感受，好的爱情保鲜需要用心学习。大家好，我是董卫兵律师。那么我将从法律的视角给大家去解读爱情里的是非曲直，守护每一份真挚的情感。大家好，我是珊娜。我们老说呀，越成熟好像越难爱上一个人，其实不是的，是我们越成熟越能分辨这到底是不是爱。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爱一个人就是你尽力而为，但仍觉亏欠。大家好，我是吕阳。在爱情的命题里，心动从来都不是答案，心安才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来，掌声有请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23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刘女士，25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从婚前到婚后，他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他就像个怨妇一样，天天跟我吵架。感情中的地位平等吗？一点都不平等，一直都是我委曲求全，上赶着他。不平等，他太强势了，看谁都不顺眼。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先让他妹搬出去，最好带着他妈一起走。别太矫情了，多理解理解我。这个火药味儿够重的哈。是啊，我先问问你们两个人结婚多长时间了？结婚1年多，谈恋爱谈了2年，所以也不短了时间，对吧？对，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婚前他们家就针对我，各种挤兑我，婚后更是变本加厉，然后他也不作为，然后还跟着一块儿埋怨我，我真有点受不了了。咱们先说婚前，你说各种针对你，都怎么针对你了？就是婚前嘛，看我不顺眼，就觉得我是外地的，因为我们离得太远了，一个河南，一个东北。就开始各种讽刺我，看不起我，觉得我上赶着他似的。他妈妈这个人就是特别的事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等一下，你说的是你的婆婆啊？对，所以你注意一下用词啊，你婆婆看着之后，这个关系更没法修复了。没关系，因为他自己做什么事情，他自己心里面清楚。到底做啥事儿了？有一次我们不是刚谈2年嘛，刚好赶到过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俩是准备要结婚。他就是说，经常也给他妈妈说过这件事情，毕竟我们两个谈恋爱是挺好的。然后给他妈妈讲了，他妈就一直就是各种挑理，各种劝分。然后有一次过年，刚好他要回家，然后我就寻思吧，我也过去表现表现。然后没想到转天他妈妈就直接开车把他给接走了，也没有正眼看我一眼，把我一个人留到天津自己过年。然后当时他就走了，到家第1天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嫌我给他发消息烦，嫌我事儿多，然后也不提结婚的事情了。我说那你还回来不？也不回来了，都是他妈从中作梗，故意针对我。也没有人针对他，都是他自己这么觉得的。因为我们家那边吧，大部分结婚比较晚，都是28、29岁结婚。我们两个谈了1、2年恋爱，他就这么着急结婚，我妈肯定会多想，就以为他奔着我们家钱来的。他家条件一点都不好，2年来辛辛苦苦谈对象全都是我，俺俩一块挣钱。然后我也不怕吃苦，然后我们俩挣的钱都放到一块花，还觉得我花他儿子多少钱，租房子还是我自己花的钱，他还觉得我会害他儿子似的。就这种妈妈，这种婆婆。那我回到家里之后，那你天天短信电话给我轰炸，我本来被夹在中间我就很难受。你在中间难受，你为啥回家？你回家的目的是干啥的？你回家目的就是为了咱俩结婚。现在跟我说你们俩没有30多岁才结婚呢，那你早干啥去了？你不要再欺骗我吗？我为了你，我在天津等你，我一个人在天津等你，我都没回家过年。本来我们商量好的还要再继续在天津工作，一块上班。他回到家以后他就不来了，那明白这不又不想跟我在一块了吗？那最后，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那你不来天津了，那我怎么办？他说那你要想跟我在一块，你就回来找我。然后我找完他以后，他也没带我去他家，在一个镇上，然后住了一个小旅馆。他去回他家吃饭，然后我自己在那里边叫外卖，然后每次都偷偷摸摸的见我，看我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要不咱回去吧，你看咱俩在一块多好呀，就各种劝他。然后终于劝了好几天，愿意跟我回天津了。
然后我就把他给带过来了。这段时间呢，我们在天津都挺好的，他也觉得我也挺好的，也是想跟我结婚。然后继续给他妈妈发消息打电话说这个事儿，然后天天说，他妈也有点烦了，然后就说那行吧，那就结吧。然后他说就把我带回去商量结婚跟彩礼的事儿。然后我过去拿了好多东西，还嫌我拿东西不好。我一个打工的，我就这点钱省吃俭用的，我筹备了好久，还嫌我买的不好，挑三拣四。然后后来到他家里的时候，然后说什么彩礼给30万，我一听，咦，这么好，这一次咋这么好说话呢？上来就给彩礼30万，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妈来一句彩礼，先这样不给你，我直接放到这个房子首付里。那房子相当于没给我买呀，然后彩礼也要走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我就怕他妈再不让他走，我心想算了吧，我自己喜欢的人，我愿意嫁给他，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想让俺俩以后好好的。房子在哪儿买的？房子就在这边买的。然后还没来得及，这个事还没掀篇呢，下一个事又开始了。他妈的手直接就是伸到我家里去了，给我家里人要钱。我的嫁妆是本来我爸妈心想嫁那么远，买个车的话，然后来来回回也方便，不行，绝对不愿意，说买车就是垃圾废物，不中用。这样说，然后就我妈这个人嘛，就觉得怕我就是要给她争执的话，因为我婆婆是个厉害的人物，都能看得出来，然后就怕我如果给她顶的话，我嫁过去再受气，然后就没给她顶，就说哎自己闺女愿意，那你怎么办？就同意了，把这个嫁妆钱又给她了。多少钱？20多万。20多万给谁了？然后也放到这个房子里，给我婆婆了，然后放到这个房子首付了。这个房子的首付，也就是说用了你的彩礼，用了你的嫁妆。对。房子的名字写的是谁的呀？写的我们2个的。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姑娘，就是这个已经都这么别扭了，你怎么就一定要嫁呢？我就相中他了，然后他本来就是一开始是不同意我，往各种对他好，然后我照顾他，因为他比我小嘛，我一直都感觉就是他比我小，我什么事都让着他。然后他也对我好，他也挺体谅我的。然后后来去办结婚证，办完以后，他家里人说，做了饭，想让我们去婆家吃饭，你知道吧？我说那就去呗。到那里说拍婚纱照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刚提一嘴婚纱照，然后他妈又不乐意了，又说起来了，说啊拍什么婚纱照，贵得很，你俩那些照片不都挺好看的，比人家拍的还好看，你就用那张照片一张就得了呗，又费钱又没有用。后来我还没来得及生气呢，他二姐又站起来了，他二姐说的更搞笑啊，那要不这样吧，要真想拍的话，就回东北吧，啊东北拍得好，穿个大棉袄，穿大棉裤，在雪地里你俩一打滚，然后牵着手就拍了，然后他们全家人哈哈一顿跟他大笑，把我当成小丑，把我当成傻子一样。因为我二姐也是跟你开玩笑的，也没有说真的就让你穿着花棉裤在大雪地里拍照拍婚纱照吧？那是开玩笑吗？那根本不要开玩笑。那这些事儿咱俩也可以自己回家说吧，你没必要就是说在饭桌上一撂筷子就不吃了，拿上衣服摔着门就走。我的确是不高兴了，没有错，是因为这个桌子好像是让长的，我坐这边，他们全家人在一块夹菜，我够不到。他有点良心，给我夹了1颗虾，就1个虾，给我夹到我碗里。他妈妈的眼睛就这样，就跟那个牛眼似的瞪的，都要把我瞪死了。我还好意思跟他吃啥呀？我就是不高兴，跟谁身上谁都不高兴。后来这个婚纱照也拍了，是我拿我自己的工资拍的，然后拍完以后，他非得跟他妈妈分享，看呗，又开始指指点点，这个讲究那个讲究的，又说我败家啊什么的，各种难听的话，开始挤兑我了，说什么啊拍这么多干啥？不浪费钱吗？什么东西都要掌控，什么东西都要阻止，我就觉得他妈就是一个控制狂。最后婚礼办了吗？婚礼办了，然后之后呢，婚房不也是快要下来了吗？他们一块在院子里，我在屋里，婆婆直接就推门就进去了，就开始骂我，不当着他儿子的面，终于暴露本性了，开始骂我丧门星，什么各种难听的话，就骂的那些话，我今天就是在这里，我没办法给大家说，就有多难听，我这辈子也就听过这么难听的话了，骂的超级难听。然后我刚开始给他吼一句，给他吵一句，他蹲门进来了，给我大吼大叫，甚至要动手打我，我气得我就回娘家了。那你也不能一进门怒气冲冲的，然后就跟长辈吵吧，他再怎么地，他也是你长辈吧？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还对我大手大脚，差点打我嘞！你当时你都不知道你那个表情是什么样子。来，姑娘别激动啊，稍微稳定一下情绪。后来我回到娘家以后，过了2天，然后我又开始想他了，也赖我自己，我又开始放不下他了，我开始担心他。你也知道，然后我又开始回去找他，我说我给他妈道个歉吧，我给他道歉来一句，我绝对不可能原谅你的。
我也不会原谅你的，而且我也不会让我儿子原谅你。你等着，就这样的语气，这样的表情，又接着来一句啥？说你要道歉，你就给你二姐道歉去吧。我没得罪二姐吧？我都不明白了。你声音那么大，你吓着我二姐，难道你不应该给她道个歉吗？你二姐多大年龄了？你二姐比我大10几岁，能吓着她小孩子？我能给她吓着她？你脾气那么暴躁，嗓门那么大，我就问你，谁吓不着？我就问你，你妈跟恶龙咆哮似的骂的我的时候，怎么没吓着你二姐？我一张嘴说话就吓着你二姐了，咋不说你们一家人全家人合起伙来就欺负我？来，谁都想在我头上踩一脚。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啊！我问一个，就是咱们在短片里面说的非常重要的信息。你说现在婆婆和小姑子都住在你们家，就是都住在你们2个人的婚房是吗？对。然后这不是给他吵完架吗？我铁着头皮去讨好他二姐，给他二姐道歉了。道完歉以后，我们婚房不也下来了吗？就开始搬进婚房住。然后我就觉得，哎，日子总算安静2天了，终于可以清静了，俺俩就好好过日子，对吧？然后结果没想到一推门，他妈过来了，他妈拎着大包小包锅碗瓢盆过来了，来我家住了。我这事情我提前我啥都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们不告诉我，凭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随便把他给带进来呀？那我妈搬过来，我也是提前1天我才知道的，而且我知道我这个事儿跟你说完之后，他肯定会生气，我们俩肯定要吵1宿架，1宿都睡不了觉。然后结果他就给我争吵一番，说他妈妈就该住这个房子来，知道吧？就觉得他拿这个彩礼钱了，就掏这个钱了，就活该住这里。到这个房子的第1天就开始出幺蛾子，就开始找事儿，啪一下把窗帘打开，噼里啪啦那个屋里说是打扫卫生，把什么东西都撒掉，故意吵醒我。然后后来我起完以后上厕所，更气人。说我上厕所时间长，怎么不睡到厕所？怎么不待到厕所里？搁厕所里吃饭呢？那你上厕所的时候在厕所里边一盘，你那是说谁呢？就是说我呢。你妈妈不是在黑龙江生活吗？对，直接搬过来了。为啥要来天津呢？因为我小妹嘛，我小妹她是大学毕业要来天津发展，然后我妈为了照顾她，她过来的。你妈不是来照顾你妹的吗？为什么要住你们的家呢？她妹还没来呢。哦，先来给妹妹叫打前站，对吗？对，先把我这个人给就是说整顿我。人家妈妈是来给妹妹打前站，你们就整顿你？就是想整顿我。从结婚到现在1年多了，我没吃过家里的一口饭。我对鸡蛋不是过敏嘛，然后就每顿鸡蛋，就每道菜每个汤里边都得淋点鸡蛋，知道吧？就这么严重。婆婆对，她知道，他们一家人全部人都知道。然后我对鸡蛋过敏的严重性就是吃完以后浑身我就得上医院那种。然后他妈还继续做鸡蛋，这如果一旦误食的话，这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叫害我。我不相信婆婆，如果她真的有意见，她不会恶毒到这个程度，对吧？我今天带证明过来了，口说无凭，咱证据一下，知道吧？看没有，1年4季这样，1年4季的都是这样的，包括那碗鸡蛋羹，还有就是啥离谱到必须还得切个那个水煮蛋，都得整一盘。那你不吃鸡蛋，你不能说不让别人吃吧？对。那你可以不吃鸡蛋，你可以吃别的吧？看没有，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等会儿，男生，我想问一下，你老婆是对鸡蛋过敏吗？对。过敏有多严重？你看到过吗？身上会起那种小红点儿。就起一点小红点，还是成片成片的？成片的。那如果这一顿饭她什么都吃不了的话，怎么办呀？这个其实我也知道，所以说家里就是经常会备些牛奶啊、面包、那个不是我想好笑吧？这4个菜是一顿的还是拼的？一顿饭。你妈妈知道她过敏吗？知道。你有跟你妈说过你媳妇儿过敏有多严重吗？也说过。那这是一顿饭，你妈妈做的是只做了1次，还是她说的几乎每天都是？每天都会有一点，但是就是每天都有鸡蛋，是这样子吗？对。每道菜都有鸡蛋吗？是。然后后来呢，我吃不了，我就自己做，我自己做点总行吧？不行，你自己做饭啊！一家人在一块吃饭，你非得另起小道，你摆什么谱？你怎么那么拽？我不能饿着吧？那我就点点外卖。不行，你乱花钱，你不是过日子的人。这1年下来，我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对付一口吃。然后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吵架，天天基本上吵架，我还生气，然后又吃不上热口饭。然后后来呢，我就生病住院，然后做了胃镜。这是我在那躺着，然后全麻还没有醒呢。你看看，你自己回头看看。但是检查完之后也没有多严重，就是浅表性胃炎嘛，吃点药就好了。你应该是一个万幸的状态，怎么说又不是什么多大的病，不是？因为我觉得也不是很严重嘛，他就是闹的，就是觉得特别严重。然后可是你这每一顿饭都不让人家姑娘吃饭呀。
也让他吃，家里也有备的那个火腿肠之类的。谁家饭吃火腿肠啊，小伙子？你天天吃火腿肠吗？你天天吃吗？我觉得我也可以啊。你怎么没有人性的呢？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胃炎，这个胃病，然后我从120多斤瘦到现在这个样子。你看看我那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这么胖，半年多一点，我瘦到90来斤。你看我还有肉吗？你自己看看我还有肉吗？我能问一句吗？你爸爸呢？我爸爸在青岛，没和你妈妈在一起生活。对，没在一块儿。为什么呀？因为他在那边还有工作嘛，然后之后他1年回到家里多长时间？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回来。然后后来呢，有一天下班又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是没人告诉我，他把他妹妹从东北接过来，他妹妹还带了一个谈的不知道2、3天的男朋友一块儿来我家了。这个情况下，婆婆一间屋子，俺两个一个婚房一个屋子，一共就2间屋子。我就问他，我说那住哪里？咱俩住哪里？咱俩住沙发呗。妹妹只是暂时来吗？说是暂时来，分明就是常住的打算。来住了多长时间了？已经？从上个月现在到现在差不多有1个多半月了，快2个月了。我们就一直在沙发上挤着睡。你们2个人在沙发上睡？对，没有错，没听错。妹妹带着男朋友？对，谈了不到2、3天。你妹妹谈一男朋友，你妈妈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可以和别的男生在一个房间吗？因为之前他们也相处过一段时间嘛，然后之后家长互相都见过了。那我为啥不去租个房子？因为妹妹不是要来天津长期发展嘛，对吧？对。那为什么不去租个房子呢？因为她大学刚毕业嘛，实际工作又没找到，又不知道工作找的是好是坏。在这住也就算了。我自己的屋子被霸占了，对吧？然后我每天洗漱完，我得回我屋子里拿点东西过来，我不能全搬大厅嘛。有一次我就多拿了2趟，然后这个偏眼子婆婆又出来了，说啥嘛？你要拿，你1趟拿完，你别老是往别人屋子里钻，就这样的语气，比我这还要恶毒。然后等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窗帘子被妹妹给换掉了。因为这个窗帘对我意义我感觉非常大。这个窗帘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从河南带过来的，所以我每次看这个窗帘都觉得我很想家。他给我换掉了，他知道，他还不阻止，也没人给我说一声。那你一个当嫂子的，我妹妹换个窗帘怎么了？这是谁的家呀？那她也是我妹妹啊，她是谁的家？这是我问你的。我的天哪！谁的家？是我们。你们的家？那她凭什么换？因为她我妹妹嘛。她是你妹妹就能随便换吗？她也是个当嫂子的，换个窗帘也不用我们掏钱。你和你老婆的家跟你妹和你妈没关系啊。姑娘，是这样，婆婆录了一段音频的内容，咱们先来听听婆婆的这个音频的内容是什么，好不好？好，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这个儿媳妇啊，可真不是省油的灯啊！为了给她买婚房啊，可把我累坏了，大半生的积蓄呀，我都给了她了。你说她怎么做的呢？从来不把我这个婆婆呀放在眼里。自从她和我儿子结婚了之后哈，连装都不装了。这不这几天天天跟我儿子叽叽叨叨的，他不就是想赶我们走吗？人家都说呀，长嫂如母啊。为了娶她呀，我把我姑娘的嫁妆都搭进去了。我姑娘就在这住2天，哎呀，她这个不乐意呀，真是个白眼狼。看到没有，这很温柔了。我能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很温柔了。她平常对我的态度比这要恶劣10倍。婆婆刚才说到她把大半生的积蓄都给你买婚房了，是这么回事吗？她给的彩礼不是30万吗？对，她也没给我也没捞着，直接放到房子里了，是付的首付。后来她又提到说，把她闺女的准备的嫁妆钱也给我了。那我是拿我们家的嫁妆钱，我的嫁妆钱填到这个房子里的。然后后来这所有的钱都是我还的。今天你来我们节目，你的诉求是什么，姑娘？我想让她妈走，不要让她妈在这住了，再住真的是我感觉要死人了。那妹妹呢？妹妹也跟着一块走，妹妹更别提了，我受不了了。男生的诉求呢？我想就是让他多理解理解我。不是，意思就是你妈和你妹妹不走，对吗？对。如果这事儿谈不拢，你们俩离不离婚？离。好了，明白了。我们先问一下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周先生和厉女士，你们2个人听完他们俩的事儿，生气吗？我就认为这个婆婆呀，既然都已经结婚了，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对吧？孩子的事是孩子的事，完了她就是在里边掺着，我就感觉我挺心疼这个女嘉宾的吧。你觉得婆婆有点过分，对吧？对，多少有点过分了。就不应该跟老人在一块过，老人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什么都不太一样。姑娘走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调的呀。
我想让他改变。哎呀，我的天，你想什么？他放不下，他放不下。你知道人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学会的吗？面对现实，你要承认自己选错了人。婚姻是选择一个能扛责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扛责是什么？扛起来责任。责任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人能不能主次分明，知不知道是非是什么？你就看3件事情。第一，妹妹来了，她应该住什么地方？妹妹住什么房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人知不知道主次分明的地方？他不知道，他妹妹也不知道，你婆婆也不知道。窗帘事件，基本的尊重，这是别人的房子，即便我们有血缘关系，但你也是你，我也是我。窗帘他不问你们的情况下随便换，这叫不尊重人。而一个人最重要的必须要学会的事情叫尊重2个字，他没有，在台上就没有，在你们家里更没有，他妹妹也没有，没有任何可调节的。但他之前对我的确是挺好的，我想让他回到以前的他我。不可能对你好。天哪！我现在告诉你，这1年已经把他的行为表现淋漓尽致了。就你那鸡蛋事件，我刚才为什么要问那么详细？他明明知道你鸡蛋过敏，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那你吃其他的，吃火腿肠就好了。如果他但凡能说一句，我去给他下一碗面条，我都觉得他有点人性。想想那个照片的姑娘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姑娘，真正的爱是懂得理解、懂得包容、能够尊重你的，但你没有得到爱，一丝爱都没有。我想说的是，女方这个姑娘是吃亏的，体现在2个方面。彩礼，其实它本身就是给女方的，其实那你不动一直是你自己的，你的陪嫁也是，那是你爸爸你妈妈给自个儿女儿的，其实如果不动跟男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被牵着鼻子放在这个房里了，那对不起，就一下子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了。姑娘，你太没有尊严了，太卑微了。他说那个照婚纱，我认为作为一个女孩子还真是，对吧？你说前面的东西都没有，那我要一个婚纱吧，没有婚纱，婚纱说是自己出钱的，太卑微了。我有一句话叫什么？要么忍，要么狠。你能改变吗？你想什么呢，姑娘？董律，我能替姑娘问您一个问题吗？如果离婚的话，这个房子她能得到多少？那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吗？一人一半。对呀，当然了啊，我们说司法实践上，它就是天然的倾斜女方的，可能你多分10%左右。不是，可是还款都是他在还的呀。那你也是在婚内啊？对，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内任何一方，也就是说他能得到60%的房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可能是55%。我说多的话，多一点有1成。我为嘛说他太卑微了？他是吃亏的。就是现在不管财产分割上还是感情上，我都是无语的，因为他又狠不下来，他内心深处你一直装着你的爱人了，但是这个对你伤害又是极大的。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他改，但是我看现在他从根儿上他是改不了的，对，根深蒂固的。对，我本来一开始想说一下这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已经真的，我觉得你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氛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跟你讲清楚一些道理的。姑娘，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第一句，你瘦成这个样子，浅表性胃炎，就是明天真的被气晕打120到医院，你都是活该，自找的。为什么？人家就非常清楚，你离不开人家的儿子呀。到现在此时此刻还在问说，你能改吗？如果今天你选择继续要和他走下去，奢望着这个男孩能够为你而改变，那就不是人家一家人在踩你，在不把你当人，是你自己不拿自己当人。就是偶尔一个温柔的举动，让你爱他爱到无法自拔。所以你多么的缺爱，我只想跟你说，姑娘，缺爱先自爱。如果你自己都不会爱自己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爱你。所以醒醒吧，姑娘！我知道今天叫不醒你，说这些话没有用，但我只是告诉你一句话，记住了。今天如果你选择和他继续在一起，就是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不要再骂人家婆婆了，不要再骂人家妹妹了，不要再骂你老公了，你非要赖着不走啊？那赖谁呀？你有能力离婚吗？我不想离婚。你不想离婚，对吧？所以你没有真正独立的能力。你再发火，你发的火越大，
说明你无能，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在背后去发泄一下，但听到的人会心里暗暗窃喜，你也就这样，所以你已经被人家就是看透了你的内在。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步一步你自己找的。他压根儿不爱你，但凡爱你，他哪能够忍受你如此被人家步步紧逼？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谁对谁错吗？当然知道，但是他自己已经站队了，他跟你不是一条心啊。而且他心里笃定你离不开。他的母亲也知道，他的妹妹也知道。所以这个家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你能不能自己争一口气，迈开你的腿，走出这个家门？其他的事情交给律师来办就行了，否则你永远就会如此难看的活着。我以前很开朗，然后很少发火，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孩。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每次说离婚，说完以后我就做不到。你就记住啊，幸福的婚姻你会让你变得开心，会让你越来越好看，越来越阳光。而你呢，和你之前那照片差得太远了，差的不仅仅是体重啊，差的是你的那种状态，没有被人怜爱滋养的那种状态，没有了，没有人疼你，自己疼自己吧。这个男人不爱你，所以我没必要跟他说什么，只是我就说一句话，做人要有良心。如果我提到一个家庭当中成员之间彼此的尊重，我觉得都有点拔高了。至少一个家庭当中所有的成员之间应该心里有善意吧。姑娘，我特别想跟你讲，人生这条路不能回头看。你总是在想他过去有多好，但是你要看到他的现在是什么样。你的婆婆之所以会这么控制你，会这么指责你，她的根本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把你打压成什么样，她是为了强化她和她儿子之间的连接，她是为了让她的儿子不离开她。如果她的儿子真的在这种捆绑之下越来越觉得自己离不开妈妈的话，你要什么都得不到。记住了，做决定的那一刻不要回头看，因为你回头的是过去的你们，它代表不了将来的你们会是什么样。另外，其实我挺想叮嘱男生一句话的，我觉得生命是个过程，人总是要长大的。你3岁5岁离不开妈妈，这我们能理解，你是个孩子没长大。你20几岁30几岁，甚至再大的话还和妈妈捆绑得这么紧，你知道你妈妈什么样的儿媳妇她才满意吗？什么样的她都不会太满意，因为每一个出现在你身边的女人对于她来说都是会把你抢走。所以真正遇见看到妈妈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你真的要明白一件事，你要站出来去告诉妈妈，妈妈，我和你的想法不太一样，否则你这一辈子只能是这样，然后更差。二位坐那儿想一想我们说的这些话啊。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周先生，29岁，来自沈阳，自由职业；叶女士，39岁，来自沈阳，全职妈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对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恨不得我天天围着他转，不和别人接触。我越为他着想，他越当机上脸。你们的家庭分工？他负责挣钱，把我困在家里带孩子，在外边挣钱，在家干活都是我。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别总疑神疑鬼的，天天监视着我，把孩子看好，跟我在家好好过日子。总感觉这怎么话里有话呢？这怎么听着感觉女生要跑似的呢？首先吧，我是2婚的，然后我带着儿子，本来就对婚姻吧我失去信心了。之后遇见他了吧，让我对婚姻又充满希望了。然后不久之后我们就有孩子了。我就合计这是幸福的开始了呗。没想到矛盾出现了。婚前吧，他是做那个美甲的，在我知道这个行业里边，美甲应该是都是女同志做的，对不对？对呀。有一天我那个下班早，完我就给他个惊喜吧，早点去接他。我到那一看，他跟一个男的搁那聊得热火朝天的，完俩人还把手拉上了，当时我就受不了了。
你就是太小心眼了，你知道不？你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上来你不分青红皂白你就骂人家呀？我店里吧，不光是做美甲，还有一些护理。现在男的活的不也挺精致的吗？他来做护理不也很正常吗？对不对？做护理，对，手部护理。哎，他就不管那事儿了，到了就给我吵吵，搁店里边，给我店里所有人都大干一仗。那你说我给人做护理不用手，我还用脚给人做呀？这是您之前就是生娃之前在做的工作，对吧？啊，对。之后就把我带走了，不想让我干了。然后我就让他跟我回家了。然后我当时摆个小摊儿，那时候也赶巧，完了她怀孕了，我也不让她干什么活。她这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点就异性边界感都没有。这又怎么了？就4个男的她都能给你唠半个点以上。你说人那天我是怎么似的？他上出摊儿，那突然来了个大哥，挺有气质的，他可好。你说正常你说2句话得呗，他不的，追着人跟人唠。你说人大哥就是正吃饭呢，在这个桌吃饭呢，他上这个桌坐下唠，把我晾到一边，摊儿也不管了。完了大哥呢就换了个桌，他呢跟过去了，就跟那个大哥唠，完了还问大哥，你说对吧大哥？你开门做生意，你是不是得对人热情啊？来的人你是不是都得招待好啊？除了那大哥，没别的顾客了吗？当时？对呀，怎么没有顾客呢？那别人我不也照顾了吗？你咋照顾的？给人耍脸呢？你就照顾大哥了，当时他有消费实力，他能多买东西，那我肯定不得选择性的吗？买了吗？饭吃一半，人走了，下饱了。但是为啥呀？你给人拿大餐半3的脸子，瞅你这样不能跟你这吃。哎，结果又不让我去了，让我回家待着了。在家待着消停了吗？晚上了8、9点钟了，他电话响了，我就问他接电话呀，他告诉我那个广告推销的，完我就抢过来接了，刚喂了一声，啪就抢过去了。你就是想太多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以前那个前男友，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再说了，我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摁免提了，就对方说啥他也在听，都能听着。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现在有男朋友，我也马上要结婚了，我跟他也不可能了。对，他不依不饶啊，没完没了的。不是前男友找你做什么事儿啊？他也想复合，对。哦，要复合啊？5、6年一直没联系，没有联系，因为当初分手的时候都是，哎呀，就是挺决绝的那种。就这些都不重要，对我来说，我就是重要是啥呢？你说我跟他这个前男友超。他哪怕能帮我说一句话啊，作为大老爷们儿，对不对？我心里能平和点。他可好，一句话没帮我说，全说我没事找事儿。不是，那话都说得很明白。你说你俩骂仗，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事过去没多长时间，我这边就正玩游戏呢，他也跟我玩游戏。完了吧，他就是一会儿退出去，一会儿进来，一会儿退出去，一会儿进来。我问他，我说你干啥呢？他说跟朋友聊天，我就抬头看了扫了那么一眼，我看这男的都一样，我就没心情玩。我问他，我说你跟谁聊？我看一眼，不给，死活不给，就咋说都没有用，就跟异性又聊天了。对啊，最后发现这异性是谁呀？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就没就是解释，不给我解释啊。他跟我说是他儿子的那个朋友，完这事不了了之就完事了。完事之后，过了没有几天吧。我就心里就有这个结，我就合计他有没有就别的号啥的，我就切换了一下，真有，那个号里就2个人，一个是他儿子，一个是他之前删了那个男的。我怎么建那小号，你自己心里没数啊？那现在小孩因为总也不来我身边，跟姥姥在一块过，咱家那老大，那他不怎么跟我交流，我就为了跟他一起玩游戏，不有共同话题吗？能唠到一块去吗？所以那阵建的那个号，之前吧，孩子也用我那号，他在玩。就玩游戏啊，就是你有微信小号啊？对，但我从来没用过那号，我也不上，就纯属是登录游戏用的。重点是你本来删了的那个男的到底是谁？我都不知道，因为不是我加的，是我儿子玩游戏，他可能加的是同学还是朋友。到现在男的女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跟他聊过天，他是误会了，那个人家是个卡通的头像，根本也不是男人的头像啊。再说他就是仗势的，就事儿多。所以吧，我就把这个人给删了，就怕他没完没了的磨叽这个事儿。心里没鬼，你删这干嘛呀？我为什么会呀？他磨叽啊，因为他小心眼啊。才不删呀？对呀，删了那不更死不对证了吗？对呀，我看完你这删不就好了吗？还说我呢，你自己咋回事？你自己心里没数你啊？他又咋的了？他跟他前女友呗，藕断丝连，他还不承认。我问他，妈呀！我说你有前女友？他说没有。结果我在我老婆婆那个视频号上看着了。
那个女的在他家大年30在他家吃饭。等一下啊，那谁有个前女友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对，你可以承认呐，他不承认呐，我不知道隐瞒什么。为了咱俩的感情，而且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跟他已经完全没有关系。行了吧，完全没有关系，你说可笑不啊？咱俩结婚当天，哎，他那前女友给他发信息祝福呢，还，你说他俩没有联系，他怎么知道咱俩结婚？我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把咱俩的事说清楚，把我和他的还有你的，从那天开始到现在，就到如今此时此刻，他跟我联系了吗？没联系吧？我不像你跟那些男的不清不楚的，完了到现在还藕断丝连啊！这就是你安监控的理由呗，是不是啊？什么叫我安监控的理由啊？安啥监控啊？家里现在不都流行安监控吗？啊，他那监控人家是防贼的，他是搁家看着我的。不是，你说这话你上不上良心啊？我在家安了个监控，是我不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安了。他吧是怎么回事呢？他来家的时候吧，这个监控从来都是没运行过，没工作过。只要他出门，就哪怕下楼买盒烟，他都得把这个监控插上，把网连上。这不是监视我，这是干啥呀？我不在家的时候是你没人照顾你，我怕你磕了碰了，那种刚怀孕。啊，是上厕所时间长了还得给我打电话呢。有一次我上厕所还没上完呢哈，他就撒回来了。哎呀，给我这一顿发脾气，我都不知道因为啥，给我整一头蒙圈。那是我那个我给他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在监控里看也没有人，完我就光能听见声音，我就听了什么，亲爱的那个我挺想你了。完了，等过两天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你来，是不是这原话？对呀，是原话，没错啊。那你回来可以问呐，回来就给我吵吵，哎，非得要我把那个跟谁聊天那个调出来。我说那调呗，对不对？我也问心无愧。其实是我闺蜜，我们俩之间唠嗑，以前小聚不也很正常吗？这个除了在你们家安监控，还有啥让你觉得？哎呀妈，别提了，给我妈家也安上了。我回我妈家，我也得受监视，我就到哪都没有自由，这时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在他妈家安监控，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问我这个监控怎么样，他儿子在他妈家，他就想看看，有时候想儿子也能看看。我说那行，能看这实时监控吗？对不对？就这么的，我帮他买了一个，他带我去他家安的这个监控。哎呀妈呀，他说的真好听啊！他当初就是忽悠我说啊，你安那个监控啊，你还能看着点孩子怎么地的。结果是那回事吗？他就是看着我了。不是，那你也不是天天回你妈那儿吧？对呀，不是啊，但关键是他安完这个监控以后，我从来没用过呀，都是在他手机上软件，他时刻监视到家里一举动啊。我回家看不着孩子，你想看的时候是不是我给你看了？那你下一个软件不就完了吗？绑定一个手机，你带绑定的话，你得他的授权你才能来看着共享的那种。刚开始是整过一次，完不知道怎么断网以后，我这个线还是他给我整掉，我就不知道了，我这个就看不着了。他所有事都是给不了我安全感。但凡能给我一点安全，我至于这样吗？你说，在家我现在什么都不让他干，就让他看看孩子。孩子看不好。那天我下班回来了，我就做饭，把屋都收完事了。完了，他吃完饭了，我就这么说，我说那天我正好烟没了，我说媳妇儿，我说你那个看会儿孩子，他就搁沙发植物人似的往那一坐。后来我可能就是给他磨叽烦了，他直接告诉我看不了一点，爱看不看。当时我脾气也上来了，我那就谁也别看，就这么着，我就下楼去买烟去了。就买个烟功夫上来，完我看他抱孩子搁那哭，我这咋的了这是啊？完我一扒拉，那孩子脑袋磕的这么大个包，当时我都心疼完了，我就急啊，我就说他两句，他还不乐意了。我告诉你啊，这我得说一下，之前我生咱家老大的时候吧，我妈还年轻，还能帮我带孩子，我纯属没带过这个。这老二也属于像我第一次带似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这小老二从出生到现在吧，我天天晚上整宿睡不着觉啊！我白天起来，我那头发大把的掉。他现在也帮我分担不了，我在家真的我都要抑郁了，我天天我都受不了了。我还怎么帮你分担啊？回到家第一件事是不是孩子给我啊？孩子给我，你上那屋该玩电话玩电话，该刷手机刷手机。家里面谁做饭啊？他做饭。我做饭。谁收拾家呀？我。他收拾。哟。谁洗衣服呀？我。谁洗碗啊？就是这些事全是我，他只负责带孩子，而且还带不了。他现在完全就是整个人心不在这个家，总想着天玩，就想出去。而且你说我俩现在吧，经济不是那么太好，就没有什么存款。之前嘛，刚怀孕那阵儿，
他就要出去旅游，我说那近边的咱就玩一玩，溜达溜达就完了呗。我说现在不刚怀孕，不在家不养胎吗？他不干，他说那个等到孩子出生了之后，完了啊又喂奶又什么，就以后就没时间出去了。我说那行，那就去吧。从沈阳到延吉，从延吉到北京，从北京再回到沈阳，就这一圈。我在高速上开车，那功夫开了将近20来个小时了，当时就是真困了。完了吧，前面有大车，灯还不怎么亮。我还开快点，等到跟前我才看见，就是说白了，我这反应速度还可以，一脚刹车定那了，没偏，就这么着没出事。当时我就顺着那个大道就是下高速了，找个地方我就睡觉，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就别往前走了，不行咱就回家吧。你说都出现那种事了，他就是从来就不想这后果是，你知道那是什么后果吗？那就没了，那就啥都没了。他不干，非得按照原计划走。前后花了将近4、5万块钱，你说当时哪都用钱，到时候还得生孩子用钱，坐月子不还得用钱吗？孩子还得买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全是钱。他从来不想挣钱，不就是花的吗？你知道赚钱多难吗？多难不也是暂时的吗？现在我是没办法，搁家孩子没断奶，搁家照顾，那之后我不也能上班出去工作了吗？家里不就没这么紧巴了吗？我就想让他好好的把所有东西放下，全心投入我这个家庭里。不是，但是婚后你做了什么，他就认为你心在外面了？没有了，婚后没有了。没有吗？这可能就是过度没有了。非让我说出来吗？你说吧。没有吗？他把监控自己拔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外地。后来我听我朋友跟我说的。你就听朋友说的话可靠吗？不是，朋友说了什么吗？他就说一个男的去我家了。朋友为什么知道家里进来人了？对呀，你朋友怎么知道的呀？他在我家楼下看见了。在你家楼下看到上咱家来了？这不可能吗？你朋友怎么那么有时间，那么闲呢？看到一个陌生人进一个楼道，就铁定判断这个人是要去你们家。他是怎么能够做出这种预判的呢？是我走的时候，我让他帮我看着点。他还安排朋友在你们家楼下算是蹲守。那我都不知道啊，那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哦，那所以确实是有人去你们家的，对吧？没有。他说这个是假的，根本就没有。哦，好，我有病啊！反正就是各执一词，这个真的是说不清。对，男生的诉求就是要怎么样？我让他回家好好过日子，别说具体，咱说具体，你让他到底怎么做？人家在家里，你说一个男的去了，他天天跟你形影不离，你就踏实了。他现在就想把我拴在裤腰带上，不要与外界人。我觉得听着像。男生也说不出来他真正的诉求是什么，他就是说，我觉得就让他把心放在家里，别人的想法，你说你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吗？我们先来听听刘女士和王先生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我这点我做的挺好的，我就特别信任他，我从来没有说不信任他。你也真没法不信任他，就已经欺负成这样了，孩子你能改吗？这。你看人家大哥洗衣服做家务，样样都管着。我感觉人家大姐比我幸福的多了，我都可羡慕她了。没救了，我放弃了。来，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来，女士，你知道你老公想要什么吗？安全感。他想要你认可他，他不是想要安全感。因为爱人之间彼此就是都知道对方是有缺点的，有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情调，有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们既然选择那个人，一定是接受的是对方的缺点，我们不是跟对方的优点在一起生活，我们就是跟对方的缺点生活。所以他要的就是你对他100%的认可，他要你心疼他。刚才有一个点，我觉得你们两个完全不在同频上。他说我开车开了20个小时，嗖的一下我刹车，他说的是我都快给撞死了。他说我很累，可是你说的是什么？你说那不是就是要旅游吗？旅游就是要花钱吗？钱来了没事再挣嘛。他说的是我很累，我希望我媳妇儿心疼我，但是你根本没听到他想让你心疼他。更需要的是你们彼此去把内心的感受敞开的告诉给对方。你可以直接告诉给他，你说老公，我现在有个监控，我很闷，我很害怕，我会觉得好像我不自由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当妈妈。其实我那说，我就感觉像没来家的感觉，我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那你可以告诉给他，我也知道你可能是担心我，你可能害怕我受个伤，你可能了解不到。那我可能表达比这些都重要，感受到对方给你的爱更重要。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不妨学会如何去表达关心、表达爱，以及表达对对方对你的关爱的理解，可能对你们来讲才能继续的过下去。
我从律师的角度，我跟你说啊，好多手段是可以查到一个人的具体有没有过错情况的。我当然相信你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一旦有的话，他是有办法的，这是我要跟你说的啊。另外呢，我要说的是，真的，你老公真的非常非常爱你，那你跟这哥们比，那是好多了。哎呦我天哪，终于说了，他回家他做饭还弄孩子，我的天呀，好多特别忙的这个男士好像是做不到的，你就一定要感恩。还有监控，要不你先别装了，他现在反感，你俩现在是恶性循环，我希望你相信他，然后你正向一下，然后我们作为女方来说，我建议你不要让他回来以后上了一天班，再让他洗衣服做饭看孩子，你就即便你没有这个社交这个问题的话，慢慢的他也受不了。反正我认为你俩不至于的要分开，但是问题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男同志小心眼嘛，他就是比一般的人小心眼，对吧？女同志你又太自由了，对吧？那你俩必须得改，不改的话很难受的。反正我认为都有问题，都改吧。周先生，你以前是被背叛过吗？有，因为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他心中有一些阴影，所以他会看待女性跟异性的一个边界，他是不同的眼光。比如说你和顾客的正常聊天，他会觉得你就是在谄媚的笑。你比如说给顾客做这个守护，但他看来你们两个人是在拉手，所以他其实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给自己埋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对你不信任的扣。这些扣可能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存在，比如就你前男友那件事儿，有一些是他自己加了一些添油加醋的一些想象，让自己陷入到那样怀疑的境地当中。这是我说的安全感，就是两个人相互不信任的这个问题。第二个，为什么你的老公会说他说不出来想让你怎么改，但他就是一直说啊，麻烦你把心思多放在家里面，因为他感受不到你的爱，所以他会说啊，你多把心思放在家里，放在家里。他连你怎么做都说不出来，因为他明确的就能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但我知道你不爱我。我觉得你们两对儿比起来特别有意思，两个极端，这边是男方对女方是完全漠不关心，您是相反的，过度关注。这里面我说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所谓你不在家，家里去了男人这件事情，其实是您凭空想象的。因为以您的性格和做事方式，人都进家门了，你还专门叮嘱了一个朋友跟着，这事儿居然你不了了之了，不可能。但你为什么要去说这件事儿？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是我内心深处我是不认可你这个人的，甚至人品我不相信，我炸你。他是一个有社交需求的人，你不可能让他只是在家里看孩子，你也不能说你把心给我放在家里就要这么一个结果，不去设定各种具体的事情。所以说你们俩在互相折磨呀，你总是在怀疑自己最亲密的人，你出去工作你怀疑家里进男人，你到了家你觉得他心又不放在这儿，就一起出去玩还觉得哎呀我累得要死，你却不理解我。这种状态就是打着爱的名义再去绑架别人，你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啊。所以说好好想一想，即使再亲密的夫妻也要有距离，也要有隐私，也要有空间。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一种信任，最起码的一种默契都没有的话，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他不是你关在家里笼子里的鸟，你这个婚姻折断了他的羽翼，还要求他的眼睛不要向窗外看，他做不到。你为什么不去想一想，在你们这段婚姻当中，你的不安全感是哪儿来的？你欣赏他的东西是不是你向往的东西？他和别人努力追着去聊，他是他的生存本能。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不是说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受没受伤，而是他觉得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波折，他必须要靠他自己才能好好活下来，而且他有这个本事。现在你告诉他不行，你回家用不着你那些本事，你就回家好好的给我相夫教子。
你对他的那个要求，是因为你的能力覆盖不了他，所以你才希望他能够回到你那1亩3分地儿里来。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婚姻继续下去，我跟你讲啊，你的监控要拆了，跟踪他的手段要去了，手机从此不看了。我就说，就这3点，你能做到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是明明被伤害和背叛过，还能付出信任和真诚去好好爱。你们都是带着过去的伤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个伤还要带多久？你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彼此成员之间的不信赖，还要传递给孩子多少？你们这个家庭当中现在这个样子，不管她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没有妈妈是100分的，磕了碰了，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所难免。不是她不负责，她也在学习怎么当妈妈，她之前都在忙生存，她真正擅长的你不让她去做，你让她去做她不擅长的东西。这个婚姻只有懂得放手，给彼此空间，你们才能喘息。如果谁都喘息不了，这个婚姻到最后会把你们都逼疯的。所以咱们说一句话，能力不到可以，格局不到不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请2组嘉宾回到转门后，想一想待会儿是否要出来。我给你们这一组嘉宾一个出来的条件。周先生，你要先把家里的监控拆掉。如果你同意这个的话，就最起码我做一点点的努力和改变，让我的老婆知道和我在一起我们是能够修复的。如果你一点努力和改变不愿意做的话，我觉得那您其实就等同于说我在把我的婚姻推向悬崖。接下来王先生和刘女士，你要如果出来的话，就是同意让妈妈和妹妹搬出去住，而且是由你亲自说。对，要不然就别出来，就别出来，行吗？好，爱妈妈不是说把妈妈放在自己身边。来，请各自回到转门后。好，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哎呦，哇，出来了！哟，希望真能做到。无所谓啊，只要有这个勇气就行。你不带忽悠我们的？没有，我其实刚才听几位老师说的，确实就是我之前确实挺忽视他的，然后总是太向着妈妈跟妹妹嘛，然后总是忽视他，对他照顾也不是很周到。就是你回去会跟你妈妈妹妹谈吗？会，我自己肯定会。你有这个信心吗？有。但女生如果她做不到，你怎么办？做不到我也就死心了，我就不再执迷不悟了，我就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女生，她如果做不到，你们俩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出去租房子住，方法有很多种，就看你们两个如果真心相爱，能不能共同面对困难。抱抱吧。在家都没这机会。好，谢谢，请亮灯。希望你俩好好的啊！好，谢谢你们来到节目，来这边请。我们接下来期待一下第2组嘉宾周先生和厉女士他们2个人的结果。他们俩出来的条件是拆监控。3、2、1，请开门。哎呦，出来了！我同意把监控拆掉，再也不那么监视和怀疑我媳妇了。你还她自由，你可能也能感受她全身心的回到了这个家。不管怎么样，试试吧，试试吧，反正先能把监控拆了，是不是你能舒服点儿？好，来，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2人。对不起啊。好了，请亮灯。谢谢你们啊，祝你们幸福。谢谢老师。谢谢你们来到节目，来这边请。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我老公是个老好人，经常背着我借钱出去，不是借给家人，就是借给好哥们，陆续借出去了好几万，至今对方都没还。我着急，我老公就说这钱不要了。我想知道我还有没有权利追回这些借款？这样的老公我还能要吗？这位女士，我告诉你，你还真没有权利去要。因为什么呢？按照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这些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男方和女方都有对这个财产处分的权利。所以说，你老公可以把这个钱借出去。但是如果说你想通过诉讼到法院把这个钱要回来，你还真得需要你老公的配合一块儿去起诉，因为我们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72到74条就是这么规定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要跟你说，你一定要和你的老公好好沟通把这个话呢说到他的心里，让你老公知道，如果说我们的生活里边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将来是生活不好的。更何况如果说这个钱我们不去主张就要不回来了，更何况呢还有诉讼时效。如果长时间不去要，那你想要都要不回来。当你说到他的心里的时候，我相信呢他会配合你一块儿去要这个钱的。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谢谢我们各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